又来割韭菜了。最近五部委突然宣布12月15号要在全国推广个人养老金制度。官方说的可好听，什么自愿参加、市场化运作、国家政策支持，还说每年可以存1.2万进去买符合规定的金融产品，将来退休了就能多一份养老钱。且慢，咱们先来算笔账。每年1.2万，你们觉得一个普通工薪族能拿出这笔钱吗？李克强前总理可是说过，中国有6亿人月收入才1000块。最新数据更吓人，浙江大学的研究显示，全国65%的人口都达不到中等收入标准，也就是说，有9个亿的低收入人群。你跟他们说，每年存1.2万，搞个人养老金，这不是笑话吗？而对那些高收入人群来说，1.2万又算什么？连个包包的零头都不够。即便你咬牙每年都存满1.2万，存它30年，到退休时也就43.2万。扣掉这么多年的通货膨胀，每个月能领多少？怕是连个午饭钱都不够吧。更可笑的是，官方说这些钱可以投资符合规定的金融产品。我就想问问，现在哪个金融产品不是雷？前有 P2P 爆雷，后有理财产品爆雷，银行理财都在亏损，连房地产这个过去最稳的投资，现在都成了烂尾楼。你让老百姓把养命钱放进去，这不是要他们的命吗？说到这儿，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当年计生口号是怎么说的？少生孩子，政府来养老。结果呢，现在变成了养老不能推给政府，那是可耻的。前后的反差比小说还要离奇。网上有个老哥说得好，在中国，但凡让你先交钱，说好以后给好处的事情，10有8九都是骗局。你看看，期房变成烂尾楼，会员卡商家跑路，培训班卷钱走人，理财产品金融诈骗，工程垫资欠债不还，供应商回款商票违约，社保医保就是庞氏骗局。这次的个人养老金制度，说白了就是一个圈钱的新花样。为什么现在突然要推这个？因为中国的养老金已经快见底了，社科院的报告都说了，按现在这个情况发展下去，到2035年，养老金就要耗尽。不光是养老金，医保基金也已经被挪用的七七八八，比如去年疫情防控就用掉了一大笔。所以现在当权者们急了，想出了这么个馊主意。表面上说是自愿，实际上是想让老百姓自己掏腰包来填补养老金的窟窿。这不就是典型的转移支付吗？用老百姓的钱来填补体制的亏空。看到这儿，不知道大家还敢往这个新出的个人养老金账户里存钱吗？反正再也是肯定1分都不会存的。毕竟在当下的中国，能看住自己口袋里的钱就已经很不容易了。说到养老金，最让人愤怒的是什么？是这个制度的不公平。咱们来看看最新数据。江西鹰潭市的数据就很能说明问题，当地机关退休人员每月能领5080元，企业退休人员才2368元，而城乡居民养老金才可怜的207元。就这207块钱还不够买2斤猪肉呢。更讽刺的是什么？城乡居民的人数可是机关退休人员的10倍还多，但拿到的养老金连人家的4%都不到。你说这叫什么事儿？最近李强还在政府工作报告里说要提高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，提多少呢？每月加20块。现在全国1.7亿老年人的基础养老金标准是多少？103元，加上这20块，一个月能领123元。这钱在北上广连顿饭都吃不上，在农村也就够买点白菜萝卜。我给大家算个明白账，今年的维稳经费超过1万亿，军费更是达到1.6万亿，但是对1.7亿低收入老人就舍得加20块钱。再看看全国养老金的差距，31个省份里，云南最低，
每月103元，26个省都在200元以下，北京能领924元，上海最高有1400元。这种地区差距不是把老百姓分3、6、9等是什么？但最离谱的还不是这个。让我告诉大家一个更吓人的数据，去年社交媒体上流传的一份退休金明细是原经贸部长郑拓斌的，单月实发多少知道吗？49249.50元，这还只是明面上的钱，背后还有多少灰色收入咱们都不知道。他这笔钱从哪来的？离休费10079元，生活补贴25198元，自雇费3500元，离休补贴9810元，还有什么书报费、洗礼费、在京补贴、电话包干、班车补贴，种种补贴加在一起，一个月快5万。而这位郑部长只是个普通部级干部，据说郑省部级干部每人每年光福利津贴就有112万，副省部级也有94万。全国这样的正省部级干部有3742人，副省部级更是有27435人。光是广东省每年给这些退休官员配车的费用就要1.123亿，更别提那些更高级别的领导了。政治局委员级别的2004年时每人工费就超过63万，政治局常委更是夸张，平均每人2725万，配专机、专列、专家组，享受着普通老百姓想都不敢想的待遇。这就是中国的养老金制度，底层老百姓领的钱连买菜都不够，而那些当官的退休后却能过着皇帝般的生活。这种差距比李白说的朱门酒肉臭，路有冻死骨还要夸张。而且最可怕的是，这种贫富差距只会越来越大，因为老百姓的养老金根本跟不上通货膨胀，而官员们的待遇却在不断上涨。这让人想起一句老话，官越做越大，民越活越难。那么问题来了，中国的养老金还能撑多久？这可不是在危言耸听。社科院的报告给出了一个触目惊心的时间点，2035年，到那时候，全国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就要见底了。来看看具体数据，到2027年，养老基金可能达到最高点6.99万亿，但从那以后就开始走下坡路了。到2028年就会开始入不敷出，当年就要亏损1181.3亿。再往后呢，到2050年，预计亏空能达到11.28万亿。为什么会这么惨？因为中国现在面临着3重打击。第一重，人口老龄化速度太快了。统计局的数据显示，现在60岁以上老年人已经超过2.96亿。更吓人的是什么？未来10年将有3亿人退休。这么多人退休，意味着要从养老金库里往外拿钱，但是谁来往里面补钱呢？第二重，生育率暴跌。现在的年轻人都不愿意生孩子了，谁让房价这么贵呢？没孩子意味着什么？就是将来没有新鲜血液来填补养老金窟窿。一边是退休的人越来越多，一边是交钱的人越来越少，这不就是在把养老金往干河里推吗？第三重，经济下行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都预测了，中国经济在未来几年可能会持续低迷，甚至会恶化。经济不景气，工资增长就慢，养老金的收入自然也就少了。当权者想出了什么对策？延迟退休。但是你延迟退休，年轻人的就业机会不就更少了吗？现在大学生找工作都已经够难了，你还要让老同志继续占着位子，这不是在添乱吗？而且你看看现在个人养老金的情况，就知道有多惨。官方数据说开了5000万个账户，但是真正往里面存钱的只有20%，人均才存了2000块。为什么？因为老百姓都没钱啊！现在光是房贷车贷就已经压得喘不过气了，哪还有余钱去搞什么个人养老？
有专家说得好，中国现在就像得了一场慢性病，年轻人越来越少，但要养的老人越来越多，养老金缺口越来越大，社会负担越来越重。年轻人活得太难，就更不愿意生孩子，老年人因为养老金太少不敢花钱，经济就更加没活力。这不就是个恶性循环吗？那怎么办？说实话，再也看不到任何希望。因为这个问题的根源在于体制，只要还是这种体制，养老金就永远会是两重天，当官的养老金像天上的星星，老百姓的养老金像地上的尘土。这种差距不解决，整个养老体系迟早要崩盘。所以啊，在养老金这件事上，我给大家3个建议：能攒钱的赶紧攒钱，别指望养老金；有能力的尽早规划退休。最重要的是保重身体，别等养老金用的时候人已经不在了。你们说是不是这个理儿？不知道大家感受到了这种危机感没有？等到2035年养老金耗尽的那一天，不知道中国又会是什么样子。但有一点是肯定的，如果现在不改变，将来只会更惨。